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这个视频还是给大家去聊聊 SDXL 模型。这个模型虽然在 Automatic 11.11上还没有放出正式的一个版本，但是目前我们可以升级到 V1.5.0 RC 版本。这个版本它明确表示支持 SDXL 0.9模型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首先我们来到 Automatic 11.11 Stable Diffusion WebUI 的一个官网，我们点击这里的 Master，然后这旁边有一个 Text，点它。这里就有 V1.5.0 RC 版本，点击，然后它这个地方会自动的去跳转，然后往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自主文件，就是这个，点进去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，它明确表示是支持这个 SDXL 模型的。那这个版本到底是怎么去运行的？这个模型我们可以看一下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有 SDXL 0.9模型。如果大家之前下载过了，那你直接当大模型一样去使用就可以了。如果没有下载，你可以去 Hugging Face 上边去申请一下，就是这个地址我会分享给大家。就在我的视频的说明栏里，你在浏览器中打开就可以了。然后来到这里，如果你没有下载过这个模型的，你需要去登录一下你的账户，就是 Hugging Face 的账户，没有就去注册一个。然后登录好了之后，其实它来到这里是有一大长串英文的，就是这个，它不是这个页面。然后你往下滑，然后滑到最底端，它会有一个这个，就是让你去填写一些信息去申请。这里就是组织呀，然后研究的目的啊等等之类的，大家随便去填一下就 OK 了。然后填好了之后，你点击就是下边的这个，就是这里，然后它就会申请好，它就会自动跳转这个页面了。然后跳转了之后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就是中间的这个，跳转了之后，它最下边这里有一个 SDXL Base 0.9 Subtensors 这个文件，你去下载这个模型就行了，就是这后边的这个箭头，你去下载，它比较大，你可以看一下13.9G。就是比较大，然后下载好了之后，你再次点击这个 Stability AI，进入到它的模型库，你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模型，然后你可以点这里第一个 Refiner 模型，点进去，我们需要去下载这个模型，这个模型下载你点中间这里。然后来到这个页面，它最下边就是这个模型了，就是以 Subtensors 结尾的这个，同样比较大，有6个G 左右。点这个箭头进行下载就行了。两个模型我都没有下载，因为我已经下载过了。然后这两个模型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它具体的一些信息，就是点第一个，这个是它具体的一些信息，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中文。你可以看一下，像这个 Refiner 这个模型呢，它这里也介绍了，它是不会作为纯文本到图像模型工作的，相反，它只能用作图像到图像模型，也就是说它是用于图生图的。而之前的那个 Base 模型呢，它是用于文生图的，大家可以去下来了解一下。两个模型下载好了之后，你就当正常的大模型去使用就可以了。就是你到你的 WebUI 里边，就把两个模型都放到目录里边，你找到 Models， 找到这个 Stable Diffusion 这个文件夹，点进去，你把这两个模型放进来就可以了，就是这两个。然后下一步呢，我们需要去升级我们的这个 WebUI 的一个版本，因为像最新的 V1.4.1 版本，它是没办法去运行这个模型的，也就要去升级为 V1.5.0 RC 那个版本。那怎么去升级？我们先来到 WebUI 的一个目录，到这个目录下边，然后你鼠标右击在终端中打开，进入这个窗口。如果你没有的话，你就在这上边。然后在这个地方去输入 PowerShell 或者是 CMD， 然后按 Enter 键，同样可以进入这个窗口。在这个窗口里边，你可以先去输入 Get Pull 这行命令，按 Enter 键，就是把它就是更新到最新的一个版本。它现在本来就是最新的 V1.4.1 版本，然后更新好了之后，你再运行下边的这个代码，就是这个去获取所有的 text 的它的一个代码，就是这个代码，你在 Enter 键进行运行，然后好了之后，你再去就是切换到这个 V1.5.0 RC 版本，
然后现在是已经切换好了，切换好了，你还可以去查看一下你有没有切换好，就是输入这行命令，你可以查看一下你的分支。你可以看一下，它现在就是 v1.5.0 RC 版本了。好了之后，你把这里关闭就可以了。接着往下滑，我们找到这个 WebUI User 点 bat 这个，然后我们鼠标右击，在这里就是打开编辑。你可以加入这一行命令，这个命令是防止你的精度不足的一个问题。然后你把这行命令输入进去，点这个文件保存就可以了。保存好了之后，你关掉它，关掉它之后，你重新启动这个，就是 WebUI User 点 bat，就是这个双击启动。然后它在这里，你第一次运行的时候，它会下载一系列的文件。因为我这边之前已经下过了嘛，所以说它这个地方是没有那种进度条了。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它现在的版本，就是这个 v1.5.0 RC 的一个版本，这个注意一下，这个你需要等的时间还是有一点点小久的，不会很久。然后你好了之后，这里会有就是这个，你正常打开就行了。打开之后，你在这个地方，你刚刚开始你不是这个模型，对吧？你在这里切换一下这个 base 的这个模型，注意了，不要去切换到这个 Refiner 这个模型了，这个模型是用在图生图的。然后你切换一下这个模型，它的后台它会显示你有没有切换成功，这里注意一下。然后这里的 VE 可以不用去选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模型运行的怎么样，我们给它提示词，我就用我之前用过的这个提示词，然后反向就用一个通用的吧。其实用不用都还行，这个模型都不错。然后这个采样方法我就默认步数就30步吧。然后这个大小你要这个要大一些，因为这个它是基于1024×1024去训练的，所以这个512×512的话，它会出问题，就是它生成的是大图。我就生成1024×1024，其他我就默认。然后我们点这里生成，你可以看一下后台这个地方。然后这里它已经开始运行了，因为我的电脑的话是30708G 的一个显卡，不是特别的好，所以它跑起来非常的慢，很吃力。好，生成了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里。那么生成的话，我也花了5分钟左右，就是时间还是比较长的。这个1024×1024的一个图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，质量是非常不错的，就是这个显卡，大家都懂的。然后我们可以放到这个图生图里边，就发送到图生图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另外一个模型，就是这个 Refiner 这个模型，我们切换一下，你也可以看到你后台的一个，就是它的一个切换。好，这边已经切换好了，它是用于图生图的，我们同样是这个，然后我们把下边的重绘幅度给调一下，就是如果让它比较相似的话，我就调低一点，就0.3吧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，同样点击这里生成，又要花好长的一个时间。好，生成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图的一个效果。这是生成的这张图，它会增加很多的一些细节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2张图的一个对比。大家下来可以去试一下这个模型，而且这个 v1.5.0 RC 版本呢，它是往下兼容的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模型它不但可以使用这个 SDXL 0.9模型，它的其他的模型，比如说 SD 1.5、SD 2.0啊，这些模型都是可以去使用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比如说，我就切换到这个模型来，然后这个的话，它 VE 是配的这个 VE。我们同样到纹身图这边来。等它这边进行切换，切换好了，我们可以点这边生成，其他都不变。我们点生成，好，这里生成的你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生成的这张图，它的效果肯定没有那个 SDXL 模型生成的效果好。然后你可以看一下，但是用时的话没有那个长，所以这个版本
这个 V1.5.0 RC 版本它是向下兼容的，其他的模型是同样可以去使用的。大家下来可以去就是玩一玩这两个模型，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就是对电脑的要求比较高。然后今天的一个分享就到这里。